vivo X300 Ultra 作為300系列的旗艦，那它跟之前發布的 X300 Pro 比會怎麼樣呢？還有就是這回會帶上 X200 Ultra 對比一下 X300 Ultra 的長焦夜景。上次已經說了啊 ，vivo 的夜景呢基本就是免測環節了，但是依然有人好奇這兩台手機的夜景長焦對比，那這回也給大家補上。那本期看點如下，推薦大家仔細去看。我估計看我們節目的觀眾呢，都是關注手機影像的，那麼我希望你們也可以拿起器材，多多的參與到攝影中來，就像本期攝影環節入選的這些朋友一樣。還有就是別忘了給我們節目來個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那下面就看看這次有哪些網友的攝影作品入選了吧。前面這照片我是把設備名稱的水印給隱去了，目的就是為了攝影環節讓大家多討論攝影本身，少討論器材。到了節目後邊的總結環節呢，很多照片呢大家也能看到是什麼設備拍的了。雖然器材分好壞，但是攝影不論器材，能成像的設備都能參與到攝影中來。歡迎收看 ZPH， 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那下面就來看看這兩台設備的表現吧。那今天的這期對比呢，主要是 X300 Ultra 跟 X300 Pro 之間对比。那至於 X200 Ultra 呢，會在夜景長焦和夜景錄像的時候再出現。那麼現在再說一下這兩台手機的後攝主要鏡頭焦段，它們都是主攝跟超廣角和長焦鏡頭，但是它們的主攝是不一樣的。X300 Ultra 是等效35毫米的人文焦段 ，X300 Pro 是跟其他手機一樣的23/24焦段。还有就是它们的长焦，虽然標的長焦倍數是不一樣的，但是它們都是等效85毫米的長焦鏡頭。先說一下兩台手機在拍攝界面中的不同吧。現在看到的是 X300 Ultra 的拍攝界面啊，它們的拍攝界面呢都是以等效焦段來標注變焦按鈕的，當然也可以調成用倍率來顯示啊。第一個不同呢，就是300 Ultra 提供的色彩風格選項，這些色彩風格呢都是300 Ultra 從底層重構重新做的。那麼點開選擇界面之後呢，300 Pro 的用戶看着可能會陌生，因為從排序啊到名字呀，還有圖標啊全變了。第二個不同呢，就是人文街拍相機模式。之前呢是在拍攝界面上滑就可以調出這個模式了，現在變得更直觀，變成了一種拍攝模式，直接放在了拍攝模式選項的菜單裡邊。第三個不同呢，就是風光與夜景模式。現在這個模式默認的拍攝的像素就是2500萬像素，跟它默認的拍照模式不一樣，默認的拍照模式是1200萬像素的，但是風光與夜景啊，包括夜景模式，它默認的生成照片的像素都是2500萬像素。那麼第四個不同呢，也是這回變化最大的拍攝界面，就是錄像界面了。首先在默認的錄像界面就可以選擇拍攝 log 格式，這個格式是全鏡頭全焦段都支持 4K 120帧10比特的 log 格式。那麼 X300 Pro 跟 X200 Ultra 呢，得進入專業模式才可以拍 log 視頻。還有就是在拍攝界面中也可以直接調節收音的選項啊。現在看到的選項是灰色不能調，是因為現在是錄屏狀態，正在錄製當中了，正常拍攝之前都可以隨意調整的。內置的色彩模式跟拍照界面提供的色彩模式也是完全一致的。還有就是在拍攝界面中直接提供了2種電影拍攝模式，一種叫 Film Look， 一種叫 Film Still。以上說的這些所有的功能效果呢，在第一次評測 X300 Ultra 視頻中就都已經展現了。那如果你沒看過呢，可以去重新看那期節目啊，這期節目就不再展現了。
那下面就該正式對比這兩台手機在光學在成像上面的表現了。在正式測試前，我們都把手機的系統升級到了最新正式版。那麼下面呢，我們還是先從主攝開始聊。從參數上說，感光器是 Ultra 的更大，光圈是 Pro 的更大。但是在攝影人眼裡呢，它們最大的区別是等效焦段的不同，也就是視角的不同。Ultra 這邊是等效35毫米的人文主攝 ，Pro 那邊呢是跟其他手机差不多的23、24焦段的主攝。那麼先看第一個場景測試方式呢，就是手機的默認設置，拿起来就拍。可以看到都是主攝的情況下，它們視角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這个时候如果要直接比光学素质跟解析力呢，那肯定是 Ultra 這邊更好，因為它相當於 Pro 那邊主攝的 1.5 倍數碼變焦了。這兩顆主攝呢根本就不是一種東西啊，根本就沒法放在一塊比。那如果把它們的焦段都放在相同的23、24焦段呢，那這個時候 Ultra 那邊就是超廣角還是數碼變焦拍的了。那解析力方面呢，肯定是 Pro 那邊更高啊，因為它是主攝的光學焦段拍的呀。那如果把它們焦段都放在35焦段呢，那這個時候 Ultra 那邊就是35毫米光學焦段了， Pro 那邊呢就是主攝的數碼變焦了。那這個時候解析力更高的肯定是 Ultra 的，只不過這個場景啊，他們倆的色彩風格差別真是太大了啊！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兩顆主攝都有高清模式， Ultra 這邊是2億像素的， Pro 那邊是5000萬像素的。那麼在解析力方面啊，一定是 Ultra 這邊強。首先 Ultra 這邊等效焦段就是35毫米焦段的，焦段就占優勢，有效像素也占優勢。你們可以看到這解析力方面的差距是相當巨大的。而且在第一次評測 X300 Ultra 的時候，就跟 X200 Ultra 主攝的高清模式進行過對比了，當時他們的解析力差距就已經很巨大了，這也是這次 X300 Ultra 升級的重點。那麼鏡組的光學質量，也就是邊角畫質把控方面呢， Ultra 這邊確實做到了35毫米主攝應有的鏡組光學質量，它邊角畫質的把控確實非常不錯。但反觀 Pro 機那邊呢，它的邊角畫質下降的就比較嚴重了啊。雖然說它的視角更廣，確實不利於把控邊角畫質，但是它的感光器還小呢，這是更利於把控邊角畫質的地方啊。但是它的邊角畫質跟 Ultra 比呢，確實是不行啊，畢竟是 Pro 機，在有些用料方面，在成本方面呢，確實沒有 Ultra 考究。那再說超廣角鏡頭，從硬件參數上看呢，感光器是 Ultra 這邊更大，視角也是 Ultra 這邊更寬廣。看實拍樣片，兩邊在顏色風格方面的差別還是挺大的，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那麼視角差距如圖所示，這個紅邊就是 Pro 拍不到的範圍。那麼中心解析力方面呀，仔細看的話還是 Ultra 的解析力更高啊。再看一組對比，這組在顏色風格方面的差別比上一組要小了很多。那麼中心解析力方面呢，如果仔細看的話，還是 Ultra 的畫面更細膩一些啊。不要小看這點差距，因為在白天超廣角就有差別是一件很難的事兒。他們的超廣角都是有5000萬像素高清模式的，在這個場景下，兩邊的色彩風格差別還是很大的。Ultra 這邊更亮堂， Pro 那邊更沉穩。但是在解析力方面 ，Ultra 可比 Pro 要強太多了，細節呈現強的非常多。別忘了 Ultra 的視角更廣，它拍攝出來的中心物體還更小呢。在這種情況下，解析力都要比 Pro 強很多。再說鏡組的光學質量，也就是邊角畫質把控方面啊， Ultra 跟 Pro 這邊看邊角畫質下降的程度呢，就姑且說算是同一級別吧。但是 Ultra 那邊感光器更大，視角更寬廣，這兩個都是不利於把控邊角畫質的。在這種情況下 ，Ultra 還能跟 Pro 做到同樣的邊角畫質把控，那只能說明 Ultra 的超廣角鏡組光學質量要強非常多。再說長焦鏡頭，看參數呢，兩邊的長焦鏡頭是一模一樣的。但是感光器是不一樣啊，硬件已經發生了變化。那具體型號呢，我從來都不標啊，因為我這兒不聊數碼，只看結果。那至於兩邊鏡組方面有沒有變化呢？這個我也不關心，我這兒只看結果。對比呢，先從50毫米焦段開始對比，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兩邊的色彩風格呢是不同的，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那麼中心解析力呢，綜合來說呢，是 Ultra 這邊細節更多一些，但是它數碼處理痕跡呢也稍微多點。現在是85毫米光學焦段的對比，他們也都是用長焦鏡頭拍的了。這回在畫面上呢，跟前面50毫米數碼變焦的風格反過來了。這回是 Ultra 看起來更細膩， Pro 的數碼處理痕跡更多了。但是他們的解析力方面呢，還是屬於同一水平。
那麼这2顆長焦都是有2.1像素高清模式的，前面看硬件參數的時候，覺得它們倆也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在2.1像素高清模式下 ，Ultra 可比普尔那邊強的太多了，解析力的優勢那真是太大了。回顧前2期 X300 Ultra 对比 X200 Ultra 的时候，解析力就是300 Ultra 的更厲害。现在是230毫米的对比，相當於一般手機的10倍數碼變焦，300 Ultra 這邊的6.7倍數碼變焦，這回在解析力方面兩邊是差不多的。現在的對比已經到了690毫米對比720毫米了，就是相當於一般手機30倍數碼變焦，300 Ultra 這邊是20倍數碼變焦啊。那麼這個時候他們的解析力方面也是差不多的。不過現在的对比呢，都是 AI 計算和數碼處理結構的對比了。再說微距拍攝，這2台手機都可以用超廣角數碼變焦來拍微距，也可以用長焦來拍微距。現在看到的就是超廣角數碼變焦到主攝的焦段來拍攝的微距，它們2個在顏色方面的差別就相當巨大了。那放大看細節呈現呢，也依然是 Ultra 這邊的表現更好，畢竟超廣角在硬件方面的差距有點大。那麼現在看到的就是85毫米長焦鏡頭，以及變焦到230毫米，相當於一般手機10倍數碼變焦拍攝的微距效果。那麼簡單一句話呢，就是這2台手機在長焦微距方面是屬於同一水平的。再說前攝，用的就是手機前攝的默認設置，沒有調其他的選項。先看前攝自拍的表現，第一個場景是在陰影裡拍攝的，兩邊膚色的差別比較大啊。Ultra 這邊看起來更紅潤一些。但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的顯示器看 Ultra 這邊會過紅啊？如果有的話，你可以說一下。現在這個場景呢是在陽光直射的環境下拍攝的，這回兩邊在面部的紅潤程度方面是一個級別了，但是明暗方面的差別還是比較大的。那麼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我覺得兩邊看着都還不錯啊。那麼喜歡 Ultra 這邊看起來皮膚比較白的打1，喜歡 Pro 那邊看起來皮膚比較黑但是比較沉穩的打2。再說前攝錄像對比，我選擇了一段陽光非常斑駁的環境，對於前攝測試來說還是非常難的。那這2台手機的前攝對於光影變化的處理呢，還是屬於同一水平的，兩邊的膚色呢也還算接近，但是從面部的均匀度上看呢，還是300 Ultra 的表現更好一些。两邊在防抖跟清晰度上呢，算是同一水平的。再說人像拍攝，用的也是手機的人像模式的默認設置，沒有調其他的選項。最近總是陰天，所以說也就沒有陽光下跟陰影裡的區別了，在哪都是漫反射，拍出來的效果都是一樣的。那麼這2台手機人像的拍攝效果都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最大的區別呢，也是在面部的膚色上。從我的顯示器上看，是 Ultra 這邊看起來更紅潤啊，但是還是同樣的問題，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的顯示器看 Ultra 那邊會覺得過紅，如果有的話，也歡迎你說一下啊。再說直出寬容度的對比。這個環節的對比呢，可以說的簡單一些啊，因為前2期已經說過了 X300 Ultra 在顏色模式方面的變化了，它的所有的顏色模式都是從底層重構重新做的。那麼跟 X300 Pro 對比以及跟前面的 X200 Ultra 对比呢，最大的變化是在質感模式下。之前的質感模式是為了讓你直接出片直接用的，它並沒有保留特別多的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啊，當然我說的是在這種大光比的環境下啊。那麼現在的質感模式呢，也保留了非常豐富的亮部跟暗部的細節，也可以滿足你拍完之後在後期的需求。那這點呢，就是現在 X300 Ultra 最大的变化了。再說夜景的对比，那麼在普通城市夜景環境下啊，也是有强光有陰影的大光比環境。X300 Ultra 跟 X300 Pro 在這些環境下，無論是主攝還是超廣角都沒有問題。他們雖然說仔細看都能看出細微的差別，但是要排除一些過往電動車呀、汽車雜光的干擾。排除了這些干擾之後呢，他們的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可以說是比較接近的。但是有一些比較難的场景，比如說這個场景，主攝的表現两邊還是比較接近的，但是超廣角的表現、亮部細節呈現 Pro 是沒有 Ultra 好的。還有就是到了城市比較昏暗的場景，主攝的表現細節呈現方面兩邊都沒問題，但是超廣角的細節呈現差別是比較大的。再說長焦在夜晚的表現，可以說呢，從2倍的數碼變焦，就是主攝的數碼变焦，再到長焦鏡頭以及長焦鏡頭的10倍數碼變焦下，這2台手機的表現都可以說是非常接近的。那具體的就不廢話了，樣片都擺這兒了，大家可以自己對比。
那就算到了城市非常暗的環境，那这个環境呢，就是长焦还能坚持工作的最後一個環境了。那無論是長焦的光學焦段，還是長焦的數碼變焦，這兩台手機的表現也是非常接近的。那現在是 X300 Ultra 跟 X200 Ultra 的長焦鏡頭在夜晚的對比，現在它們都是長焦焦段，兩邊有區別嗎？而且在高光方面，還是 X300 Ultra 的顏色更正啊。那現在就是長焦的數碼變焦的對比了，兩邊依舊是沒有什麼區別的。那都說 X300 Ultra 相對於 X200 Ultra 長焦的光圈變小了，那來到長焦能工作的最暗的一個場景，現在就是長焦的光學焦段了。它們兩邊有區別嗎？可能確實 X300 Ultra 相比之下看着更暗一點點，但是細節呈現沒有任何的區別。那現在是 6.7 倍的數碼變焦，相當於其他手機的10倍數碼變焦，兩邊在細節呈現方面依舊是沒有區別的。來到了極暗環境，也回到了 X300 Ultra 跟 X300 Pro 的對比上來啊。那麼第一個場景祖傳神速，主攝的表現兩邊都不用擔心。那麼超廣角在細節呈現方面，其實已經出現了差距。場景的難度再提高一些，健身器場景，主攝的表現，在細節呈現方面使 Ultra 的表現更好啊。當然了 ，Ultra 這邊也有焦段的優勢。那麼 Pro 那邊的表現呢，也已經是非常不錯了。但是它的問題之前也提過，就是在這麼暗的環境下，夜景出片不用這麼的亮，伽馬值可以降一降，有夜景的氛圍就更好了。那麼超廣角的細節呈現差距嘛，肯定是有的，因為硬件的差別實在是太大了。不過這個環境呢 ，Pro 的超廣角已經非常盡力了啊，夜景曝光時間都快9秒了，但是在細節呈現方面，肯定跟 Ultra 還是比不了。樹林小路場景，主攝的細節呈現方面，兩邊做的都非常優秀啊。Pro 那邊如果能把亮度再降低一些就更好了。超廣角的差距依舊是實打實的存在。Ultra 這邊的曝光呢，也就是3-4秒 ，Pro 那邊已經到9秒了，細節呈現依然打不過 Ultra， 這個沒有辦法啊。最難的祖傳神速場景，主攝的細節表現，就說他們兩個是同一水平的吧。超廣角的細節呈現差距依然存在啊。那這次夜景對比再補上 X300 Ultra 跟 X200 Ultra 的對比啊。上次說了，這個環節基本上就是 vivo 的免測環節了，但大家還是好奇啊，那就補上。先從健身器場景開始，顏色還原是 X300 Ultra 這邊的表現更好，細節呈現兩邊差不多。那麼樹林小路場景同樣在顏色還原方面呢，也是300 Ultra 的更好一些，但是你可以說 X200 Ultra 的夜景氛圍更好一些啊。但是在細節呈現方面，兩邊依舊差不多。最難的祖傳神速 Pro 場景，那這回 X200 Ultra 的色彩呢不再偏藍了，細節呈現方面兩邊依舊是同一水平。視頻錄製用的是手機的默認設置，也是最接近現在社交軟件錄製的效果。現在是 X300 Ultra 跟 X300 Pro 白天主攝手持走路的表現，沒有架子，沒有穩定器，兩邊的視角差距過大啊。但是他們在防抖跟清晰度上做的都非常不錯。現在是超廣角的對比，兩邊在顏色方面的區別還是比較大的。Ultra 這邊的顏色更沉穩 ，Pro 那邊的更亮堂。他們在防抖跟清晰度上也是同一水平的。現在是50毫米數碼變焦的錄像對比 ，Ultra 那邊呢是相當於主攝的 1.5 倍數碼變焦 ，Pro 呢是相當於2倍的數碼變焦。他們的防抖都是非常優秀的，解析力也都是很不錯的。但是從畫面上看呢 ，Ultra 那邊的銳化更重一些。現在是85毫米長焦鏡頭的對比，它們都是光學焦段了。從畫面上看呢，無論是從清晰度還是防抖，還是數碼處理痕跡上，兩邊都是屬於同一水平的，效果都非常理想。現在是230毫米 ，Ultra 這邊呢相當於6.7倍的數碼變焦 ，Pro 那邊是相當於10倍的數碼變焦。兩邊在畫面顏色方面啊，還是 Ultra 這邊的更沉穩 ，Pro 那邊的更亮堂。防抖跟清晰度，它們依然是一個級別的。現在是他們錄像最遠的數碼變焦焦段了。Ultra 那邊寫的是20倍，但是它是相當於其他手機的30倍數碼变焦。那 Pro 這邊呢，就是20倍數碼变焦。從畫面的放大比上來說，是 Ultra 那邊看起來更大，但是兩邊在清晰度方面呢，還是同一級別的。防抖兩邊都是非常優秀的。現在是主攝夜晚錄像的對比，可以看到他們的防抖依舊是非常強劲的啊。但是清晰度方面呢，可以說是 Pro 那邊更好一些，鬼影控制是 Ultra 的更好。
現在是超廣角的夜晚錄像對比，由於硬件的差距過大呢，那這個場景是沒有懸念的。Ultra 那邊的超廣角是主攝級的超廣角，它的表現也是主攝級的。現在是長焦鏡頭光學焦段夜晚錄像對比。從畫面上看，雖然說 Ultra 那邊看起來更暗一些，但是如果你仔細看細節呈現的話，可能在暗部啊細節方面，還是 Ultra 這邊的表現更好，而且畫面的純淨度更高，兩邊的清晰度跟防抖看起來是同一級別的。但是這個場景我依然覺得是 Ultra 的表現更好。現在是相當於一般手機10倍數碼變焦的夜晚錄像表現。虽然說在畫面清晰度上來說呢，兩邊是同一級別的，但是在纯淨度上是 Ultra 的表現更好，兩邊的防抖都是非常優秀的。現在看到的是 X300 Ultra 和 X200 Ultra 長焦鏡頭的夜晚錄像對比。之前測試的時候呢，沒有放对比，是因為當時我也不知道 X300 Ultra 的光圈變小了。因為我这儿從來不看重參數，只看結果，我看它倆沒什麼區別呢，也就沒放一塊比，覺得懶得廢話了。那現在呢，把它倆對比補上啊，確實你們可以看到，就是沒有什麼區別。現在是長焦鏡頭數碼變焦的對比，相當於其他手機10倍數碼變焦的對比。那麼無論是暗部還是亮部，它倆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那只有在極個別的部分可以看到 X200 Ultra 稍微強一點點，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找到這一點點啊。但是要說防抖呢，在某些地方是可以看出來是300 Ultra 的更強一點點，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找出這一點點。那下面還是就着本期攝影環節入選的這些優秀照片來總結一下本期的對比，還是希望大家不要過分的在意設備的好壞，還是要積極的參與到攝影中來。主攝的表現上 ，X300 Ultra 的新的2.1像素大底在解析力上是非常厲害的。那超廣角呢是沒有懸念的 ，X300 Ultra 的更好。長焦2.1像素高清模式下 ，X300 Ultra 的優勢是非常明顯的。微距的效果上，長焦微距兩邊是差不多的，但是超廣角是 X300 Ultra 的更好。那麼前攝跟人像呢，也是 X300 的稍微好一點點啊。那夜景呢，這回也加入了 X200 Ultra 的对比。那麼這3台手機呢，在主攝和長焦的表現上都是非常優秀的，但是 X300 Pro 的超廣角是沒法跟 Ultra 系列抗衡的，差距過大。那麼錄像的對比呢，綜合白天和夜晚的表現，最終的結果呢，和夜景的測試結果是相同的。那節目的最後呢，大家可以說一下你們更喜歡哪台手機的工業設計，喜歡哪台手機的外觀呢？如果你喜歡 X300 Ultra 打1，喜歡 X300 Pro 打2。OK， 到結尾了，看完前面內容，希望在選擇方面為您提供了幫助，也希望您能喜歡我們的節目，別忘了給我們來個點讚和加關注啊！我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